我们把耶格尔的《怎样激励10到25岁的人》这本书讲完。读了这本书，我越发感到官办教育非常荒唐。教育系统从大的框架上来说是强制者心态所主导的，初中升高中，高中升大学，本质上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。有不知道多少聪明孩子，初中一毕业就注定不能上大学，又有多少人高中毕业就注定了只能学文科，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？教育系统有时候也想改革，但都是往守护者心态改，也就是所谓减负。减负的本质是降低标准，而不是提高支持。有些地区为了防止学生课外学习，还改变教材，搞什么房子学机制，那等于是毁灭人才。当然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耶格尔说的导师心态，高标准高支持，对老师的要求很高，而官办教育找不到那么多好老师。不过现在 AI 时代到了，创造条件让学生直接跟 AI 导师学，也许是个好办法。但好导师是不能完全被 AI 取代的，因为最能打动人的是人。咱们先看一个故事。话说在1965年的夏天，有个12岁的初中生叫丹尼尔，有一天下午打完篮球，没事就在一个加油站闲逛。有个大学生可能是车坏了，在那等着修车，两人就聊了起来。话题聊到了越南战争。当时美国的社会情绪是大学生都反战，可是丹尼尔读过一些书，他讲了约翰逊总统打越战的逻辑，说这是为了防止苏联体系有多米诺骨牌效应。那个大学生一听，没想到你一个初中生还挺懂，就问丹尼尔说，你想过上大学吗？那是60年代，没有多少人上大学，这是丹尼尔第一次想到上大学的事儿。大学生还说，你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，你将来应该上大学。你读过但丁的《神曲》吗？我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。两人就此别过。回家的路上，丹尼尔无比振奋。一个陌生的大学生竟然建议我上大学，还问我读没读过但丁的书。他感受到了别人的重视，很自豪。后来丹尼尔果然上了大学，还成了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。他就是丹尼尔·拉普斯利。拉普斯利有一次讲课，布置学生写学期论文。有个学生交上来的论文特别长，远远超出了标准。大学教授一般不愿意看这种论文，瞎耽误功夫。拉普斯利却是认真读了这篇论文，还把那个学生叫来，说你想论证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也许这篇论文可以在期刊上发表，我来帮你修改一下。那学生受宠若惊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他当作学者对待。本来他想上法学院，被拉普斯利这么一激励，就决心去从事心理学研究。那个学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耶格尔。用现在的流行语说，这是一个人点亮人的故事。你本来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遇到一个人简单聊了一会儿，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，人生从此改变。不过我觉得点亮还不够酷，我想用个更老的词叫点化。中国的神话体系，比如《西游记》，相信人死后是可以转世的。那你说为什么那些神仙还怕死呢？因为转世后人会忘记之前的事情，哪怕天赋挺高，如果被世俗的小日子迷住，可能糊里糊涂的一辈子就虚度了。非得另一个神仙，也许跟上辈子的你关系不错，来点化你一下，你才能想起来自己是什么人。点化就如同点石成金，画龙点睛，主打一个瞬间开悟。好导师就得能点化人，就如同丹尼尔遇到的那个大学生，这恐怕不是 AI 所能做到的。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同胞对你的肯定，效果远远超过来自经过对其的 AI 的商业吹捧。可不是说老师随便鼓励2句就能点化，点化的特点是施法时间短，作用时间长，结果不可逆。用李白的话说，叫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们前面讲耶格尔书里那些咒语就有点点化的意思。怎么应对压力，怎么寻找人生的目的，如何建立归属感，念几段咒语，总共20-30分钟甚至5分钟的干预，效果就能持续好几年。包括我们在第1讲里说的智者的反馈，也就是那句鼓励的话，我给你这些评语是因为我有很高的标准，我知道你能达到这些标准。就这么一句鼓励，研究发现就能让实验组学生在此后1年内都比对照组更少发生违纪事件，在6年后有更大比例考上大学。这真是一句话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所以我们跟年轻人说话一定要多加小心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你一句话说好了，能把人往好的方向引导，说不好也许毁了人家。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，点化要想有效，
学生必须接受那个道理，而且立即付诸行动，并且产生滚雪球效应才好。可是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进去你说的道理。现实是社会科学的干预，往往对方都听不进去。也许直接左耳进右耳出，也许只在现场有效，出了门效果就消散了。这个现象叫做治疗师难题，就好像心理咨询一样，你跟他聊的那1-2个小时之内，他状态挺好，精神抖擞，可是一回去又恢复到抑郁状态。办个励志夏令营，孩子们情绪高涨，回家没多久又重新躺平了。公司团建，大家合作融洽，回来继续内耗。组团参加专业组织方式培训，然后继续以前的工作流程。正所谓夜里千条路，白天磨豆腐。社会科学把这个叫做淡出效应，也就是社会干预项目常常只在短期很有效，长期效果会逐渐淡化。当然，耶格尔一再强调，他书里说的这些干预方法都有长期效果。但是你知道了淡出效应以后，听说任何干预手段都应该保留一丝怀疑。比如说那些特别昂贵的私立中学，又是领导力，又是创造力，又是模拟联合国，又是机器人大赛，真能把孩子培养成精英吗？有的研究就认为，这些温室里的花朵进入真实世界，稍遇挫折就扛不住。我们专栏以前讲过，美国有些宪章学校专门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考大学，其中最著名的是 KIPP， 风格大约有点像中国的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。这些学校的确帮助孩子考上了大学，但到了大学之后，他们却是普遍面临重大困难，难以顺利毕业。耶格尔这本书说， KIPP 考上大学的学生中只有 16% 能在4年内毕业，就算给6年时间，也只有 31% 能毕业。这岂不是白费心思吗？我们如何干预才能获得长期的效果呢？这里有一个复杂的道，还有一个简单的术。咱们先说道。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有个数学教授叫乌里特雷斯曼，他的超能力是教黑人学生高水平微积分，不是为了通过考试那种，而是很高的水平。特雷斯曼培养的黑人学生，有的现在是知名的机器学习专家。特雷斯曼喜欢给学生真正的挑战。有一次期中考试，有2-3个学生考了100分满分，他把这几个学生请到课堂前面，当着全班同学给他们道歉，说我辜负你们了，我让你们失望了，我出的题太简单，所以我决定撤销你们的100分，重新给你们出一张卷子，你们看行不行？这几个学生也不含糊，竟然都同意了。他们明白自己将来要做医生、工程师，甚至数学家，要跟最优秀的人竞争。现在有个逼到极限的教授太好了。特雷斯曼的教法有3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了解行动路线。特雷斯曼用18个月的时间跟踪观察了20个黑人学生和20个亚裔学生，看他们都是怎么学习的。亚裔学生大部分都是华裔，成绩特别好，黑人学生成绩比较差。传统的解释是亚裔智商高，黑人智商低。可是特雷斯曼发现，这2波学生有2个重大区别。一个是亚裔学生的学习时间更长，平均每周花14个小时学数学，而黑人只学8个小时。再者，亚裔学生是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写作业，互相讨论，共同钻研，而黑人都是单独学习。对难题来说，共同钻研好处多多，而且你给别人讲题，自己会有个地位提升感。黑人学生单打独斗其实是历史原因，他们大都来自低收入的地区，他们的高中同学都是玩闹型学生，你只有单独学才能躲开同学的坏影响。但是这个方法到了大学就不好使了。特雷斯曼要求黑人成立学习小组，共同学习，结果成绩就上来了。第二个原则是给个仪式感，强调学习微积分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学期开始的时候，黑人和墨西哥裔学生收到数学系邀请，参加一个茶话会，是真的喝茶。普通家庭一般都喝咖啡，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喝茶。特雷斯曼用这个奇特的经历告诉同学们，你们在高中那一套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学高水平数学。其实很不一样，中学数学很讲究追求解题速度，掌握套路就能应对，而大学讲究的是对原理的深刻理解和举一反三的能力。第3个原则是长期主义。特雷斯曼把培养学生想象成种树，我关心的是这棵树将来长大了是什么样，而不是它现在长得有多快。所以他强调要让学生知其所以然，而不是只学一些肤浅的套路。
比如求函数极限最常见的方法是用洛必达法则，那么特雷斯曼会故意弄一堂课出4道求极限的题，其中3道题都完全不能用洛必达法则求解。学生用了45分钟才搞明白那些题目的原理，但是收获巨大。特雷斯曼告诉学生，学得慢没关系，期中考试没考好也没关系，我期末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他允许学生以自己的节奏成长。耶格尔从特雷斯曼这3个原则中提炼出2个核心元素：提升韧性和树立目的。韧性是遇到挫折自己能站起来，目的是长远的理想。耶格尔用这2个元素设计了一套特别简单的方法，也就是我们要说的树。这个方法最初是为了解决 KIPP 学生到了大学就不行的问题而发明的，大约是下面这样的：搞一个夏令营项目，为期1周。在夏令营里，让成年人，也就是老师，领着学生去做一些艰苦、危险、可怕的事情，比如滑索道、攀岩、漂流之类。学生们大多没玩过这些项目，有的连游泳都不会，所以一上来很害怕。但老师会提供充分的支持，帮学生克服恐惧。可能你一开始是在老师鼓励之下参加一个项目，排在最后出场。几次之后，你会主动说“我先上”。当你主动挑战成功几个项目，你就有了宝贵的经历，你感觉自己在同学间的地位提高了。试想还有什么故事比自己迎难而上更值得吹嘘的呢？这就是最好的性格养成。如果学生能记住这个韧性，到了大学面对微积分、面对公开演讲、面对各种复杂项目的时候，也能迎难而上，岂不是好？问题就在于很多学生没有这个迁移能力，他没有学到背后那个精神，所以才有淡出效应。关键的一步来了，这是多个心理学家反复实验的结果。你需要在每天的冒险活动之后，让学生有个反思和复盘的环节。大家一起聊聊今天怎么克服逆境的。这个事儿和自己的价值观、身份认同和各种品质如何对齐，将来我如何用同样的精神迎接别的挑战，就多了这么简单的一步，效应就变成了长期的。我私下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长期记忆机制有关。也许你需要把模糊的印象强化成显性记忆。就这么一招，参加过夏令营的 KIPP 学生4年完成大学学业的比例提升了10个百分点。所以当老师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你的行动是真能影响别人的命运了。特雷斯曼这样的老师都有鲜明的个性，被周围的人称为是个人物。特雷斯曼教学不但不走流程，而且专爱挑战流程，鄙视传统观念。你们说黑人不行，我非得证明黑人也行。他之所以有这种态度，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来源很杂。他借鉴了比如说一个园艺设计师的思想，那个设计师研究的是种树，他给发扬到育人。你大约需要有复杂的经历，很高的悟性，还需要一定机缘才能成为一个好导师。你还必须非常积极主动，充满责任感，才能教出很多好学生。你是在用自己的思想改造社会，你是在输出秩序。希望我们专栏的读者中能出几个这样的老师，你会收获很多乐趣，给你的学生带来一个决定性的、不可逆的正面影响，成就感将是巨大的。你要成为你们那一片的人物。将来谁写回忆录，说此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个人是这几位老师，你希望他提到你的名字。怎样激励10到25岁的人这本书就给你讲完了。让我们用前文提到过的教育家库尔特·哈恩的一句话来结尾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我们都比自己知道的自己要好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再也不会甘于平庸。